诱骗少女攫取胚胎，提取儿童肾上腺素红，顶流基因永生不灭。萝莉岛欧美超级富豪的肮脏程度，你我脑洞大开都无法真实还原。最小的受害者仅有4岁，最大不超过18岁。更可恶的是，他们男女通吃。爱泼斯坦会在美国本土以招聘按摩师、演员、模特为名义，将他们哄骗上岛提供服务。若激烈反抗即被暴力威胁，他提出每次给他们至少15000美元的报酬。大多数穷困的美国女孩最终无奈接受。直到2005年，终于有受害者有勇气发声指控爱泼斯坦的罪行。纽约的詹妮弗·奥罗斯讲述了她的不幸遭遇。What hurts even more so is that if I wasn't afraid to come forward sooner, then maybe he wouldn't have done it to other girls. I feel really guilty. To this day, I feel really guilty. 2001年，詹妮弗考入一所表演艺术高中，招聘人员说爱泼斯坦可以为她提供表演机会。尽管他们开始见面并未发生什么，只是聊天喝酒，但珍妮弗每次都可以得到300美金。15岁时，爱泼斯坦强暴了她，之后珍妮患有了严重的焦虑症，多年来抑郁和恐慌让她反复发作，直至她和母亲和2个朋友袒露心声后，他们才向媒体披露。实际上，以慈善家著称的爱泼斯坦1998年就成立了国际失踪和被剥削儿童中心，宣称宗旨是帮助寻找失踪和受剥削儿童。然而最讽刺的是，据联合国发布的全球人口贩卖报告显示，2004年至2018年可侦测的被贩卖人口总数不降反升，每年会有60万至80万人被贩卖到美国，其中50%是未成年。岛上女孩大多都是从俄罗斯、东欧等前苏联国家拐卖诱骗过来的。当年的苏联解体，多欧剧变乌克兰内战，对这些国家的妇女儿童是一个巨大的灾难，她们成为可以被西方上层阶级随意买卖虐待的移动子宫和器官运输机。由此看来，爱泼斯坦早就在打着慈善的幌子做些不为人知的肮脏事。做儿童慈善的跟迫害儿童的是同一拨人，寻找被拐儿童的和拐卖儿童的也是同一拨人。原来一直在贼喊捉贼。岛上的罪恶不仅仅停留在对儿童的虐待上，更涉及到了医学上的黑暗实验。人类简史的作者尤瓦尔·赫拉利相信，起点到来时，人类将分化为差异巨大的2个阶层，永生不灭。拥有神一样智慧的绝对精英阶层和绝大部分蝼蚁之辈的普通人。拥有大量财富的精英阶层一定会率先取得永生的权利，而在资源有限的地球上，永生的人注定不会是无穷的。到那时，我们已知的伦理或许将被全部颠覆。全球的权贵们在这条永生之路的探索上疯狂到令人发指。亚马逊老板贝索斯花1.16亿美元搞清楚老化细胞技术，之后他豪掷30亿美元建实验室，召集全世界的科学家研发返老还童技术。90多岁的传媒巨头默克多花巨资在美国杜克大学建立了默克多研究中心，也是在研究这样长生不老的项目。金正日给父亲建立了一个所谓的万寿无疆研究院，据称研究院里有超过3000人的科研人员。ChatGPT 之父 Sam Altman 豪掷1.8亿美元投资生物科技公司，研发延缓死亡疗法。扎克伯格夫妇投入30亿美元成立 BioHub 生物中心研究所。硅谷45岁的科技富豪 Brian Johnson 为了重返18岁，他每年花200万美元保养身体，全素饮食，控制卡路里，全方位监测70多种器官，就连睡觉都要连接机器监测下体。他成功在2年时间内将整体生物年龄逆转5岁，现在拥有37岁的心脏、28岁的皮肤、18岁的肺活量和体力，牙龈则只有17岁。58岁的 PayPal 的创始人彼得蒂尔每个季度都会花4万美元给自己换上18岁小鲜肉的血液，已经有上百个人成为给他换过血的血奴。加拿大富商印加德每年花费上亿元注射干细胞针，原料正是取自于流产婴儿的胚胎。重点来了，同样爱泼斯坦曾出资3000万美元资助哈佛大学的进化动力学项目的研究，他赞助了很多科学家，他试图研究的项目也和其他富豪一样，都是人类永生优生这样的领域。这样看来，是不是霍金和他的密切关系也不言而喻？在这个黑暗的实验场所，科技被歪曲为罪恶的工具。10年来，萝莉岛上千个未成年孩子的下落至今都是悬而未决的秘密。外媒披露，萝莉岛内拐卖未成年少女与胚胎交易相结合，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闭环。因为有一种东西只有女孩才会有，小萝莉们在这里怀孕产下胚胎，从她们的脐带、胎盘、精血里可以提取大量干细胞，而这些胚胎则含有她们自身的基因，提供干细胞以此回输，达到延缓衰老的效果。还有可以让人类实现逆增长的肾上腺素红，这需要在极度恐惧、害怕的情境下才能分泌出这种物质，这从受到惊吓的小孩身上才能提取出来。当这些孩子们遭受酷刑和折磨的时候，他们的血液被收集到容器中，这就是传说中提取肾上腺素红的过程。每次欧美明星集体颜值回春，就会传出好莱坞精英注射肾上腺素红保持年轻的新闻，这很有可能与无数儿童的失踪和谋杀有关。最可怕的是，肾上腺素红只要开始用就无法停止，那些所谓的上流人士必须千方百计地寻找渠道注射，否则副作用显现后就是比之前
前更加衰老的样子。这也许就是曝光名单中众多女明星登岛的原因之一。这些惨无人道的产业链目前仍只是外国专家的推测，缺乏确凿的真凭实据。但岛上的罪恶程度已经令人不寒而栗。然而，2019年入狱还没有开始审判，爱泼斯坦就被发现自杀在狱中。可那份曝光的187个登岛名单里面涉及到的大批名人，随便拎出一个就能让各界动荡。前总统克林顿、奥巴马夫妇、英国王子，还有比尔盖茨、小李子等政圈、商圈、娱乐圈无一幸免。似乎所有事件都随着他的死而戛然而止。然而，今天大瓜又被爆出，美国评论员直指爱泼斯坦还活着。同时，前任司法部长比尔巴尔，当时他正任总检察长，他坦言自己不相信爱泼斯坦自杀。热心网友又扔出深水炸弹，根据他鼻骨轮廓和耳部轮廓等对比，他们竟然发现这个死亡的人或许只是他的替死鬼。爱泼斯坦究竟是否还活着？似乎事件发展越来越诡异。为何前几年的事今天才被爆出如此多的细节，而越演越烈，揭开了美国政界和超级富豪的遮羞布？究竟谁是幕后真正的推手？下一集我们将继续解密事件的真相。